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英国情报机构预测说，俄罗斯军队将在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向前推进。2月16号，英国情报部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要求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每一个方向都努力的向前推进，因为目前乌克兰的土地冻得硬邦邦的，适合装甲部队行动，而西方援助的乌克兰坦克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目前是俄军面临的一个难得的进攻的窗口。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英国的情报部门非常的活跃，不但定期发布态势图，而且经常做出一些分析和结论性的消息，这和人们传统观念中藏在暗处的秘密情报机构好像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不需要美国情报机构，外界也能够通过战略态势的判断，俄罗斯一定会抓住时机，尽快的扩大战果，为在后续可能的谈判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现在已经接近2月下旬，差不多是乌克兰冲突1周年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天时地利和1年前差不多，正是适合打仗的时候。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却和1年前有很大的区别，因为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存在于2个方面，首先是欧洲国家已经停止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并且大幅度的减少了石油以及成品油的进口。西方国家还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了限价，每桶不能超过60美元，这就让俄罗斯很难从能源出口当中获得比较好的利润。当然俄罗斯采取了很多的应对措施，比如说加大向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强迫欧洲国家用卢布结算能源合同，以及转向人民币结算等等，但是依然不能完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巨大的困难。2023年初，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报告，反映了俄罗斯联邦财政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一方面是收入大幅度的下跌，一方面是军费开支大幅度的攀升。孙子兵法说：“夫兵久而国利者，谓之有也。”战争最好是速战速决，拖得太久就会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问题。俄罗斯是冲突的发起方，面对西方国家的群殴，当然希望尽快而且体面的结束俄乌冲突。所以俄军力争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面把乌克兰军队的有生力量大部或者是全部消灭，巩固所占领的地带。这个时间窗口不容易获得。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在春天来临，乌克兰的土地变成泥浆之前，最好把仗打完。俄军能不能实现普京的要求呢？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俄方表现最好的是瓦格纳的雇佣兵。瓦格纳的老板普里戈金甚至说，如果前线有3、4支瓦格纳这样的部队，那么俄军的战略态势要比现在好很多。但是瓦格纳雇佣兵是以步兵为主，以小分队作战为主要形式，还没有表现出现代化、机械化，更没有信息化战争的能力，也没有实现过比较大规模建制的战斗。所以靠瓦格纳来夺取村镇或者小城市这种级别的目标大致还可以，但是对大中城市的攻坚，恐怕还需要俄军亲自上阵。这就要求俄军能够把去年以来征召的预备役人员要训练到位，然后在信息化、合成化方面取得足够的进展，才能够发挥出有效的战斗力来。总结一下，俄军在今后1个月里恐怕是要发动一系列比较大规模的攻势，而靠西方援助度日的乌克兰军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好，关于乌克兰形势这一期我们就评论到这里。